大家好，世界的复杂超出了人类的想象。即便人类已经可以探索宇宙与黑洞了，然而呢，很多的世纪绝症和百年疫情依旧肆虐着这个世界。娱乐吃瓜客们的渺小，其实也是同理的。娱乐明星们所有真实的喜怒哀乐和想法，都被浮于表面的假象给掩盖住了。一切的真相，只有迥异的视角、洞察的眼睛和共情的经历，才能够读得懂，才能够看得穿。一些赵丽颖、王一博的专访，很多人都是看了个热闹，很多人都是懂了个寂寞。然而呢，希望我看到的更多。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2年前，也就是2020年的年底，《环球人物》杂志的第435期。专访人物是王一博，标题非常的王一博，是王一博的纯粹法则。也就是说，孤勇专注，纯粹淡定，不被世界改变，这才是真正纯粹的王一博的总结。可以说，这次专访使用了12分的文青笔法，打造出来了一个王一博100分专属的不被世界改变的看法，而且通过该杂志招牌的走心的概括和用心的剪辑，最终成功的把高冷的王一博塑造成为了一个直白酷拽的生活当中的小哲学家了。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视频的最后好好的回顾一把这段人物专访，特别是5个有趣的转场，特别是值得您深思和共情的。那么，为什么新闻我突然想要和您畅聊一把这足足2年前的历史专访呢？因为扯出了这个陈年专访的话，不是新闻我，而是声名赫赫的传说当中的王一博官微800营销号。因为这声名赫赫的传说当中的王一博官微800营销号再次重出江湖了。当然了，也是因为新闻我的视角永恒与别不同。而在同一年的2020年里面，王炸姐姐赵丽颖也接受了一期时尚芭莎的独家专访，标题是复工首丰。美白滤镜加持下的赵丽颖从头到尾娓娓道来，相当的坦诚。只是快人快语的她被相当高频的剪辑掉了一些可爱的小鼻音和小动作。否则的话，更真实的赵丽颖会更加的可爱的。有兴趣的您可以自行的留意一下视频最后赵丽颖专访的那个精彩的片段。有趣的是，这对王炸姐弟题材迥异、语调一致的不同的杂志专访，都纷纷的卡着点，卡在了他们的有匪盛大播出之前。更让人想不到的是，2年之后，王一博的这一次专访居然能够再掀波澜了，再次的炸出了巨量的回响出来了。背后那800营销号的力量可见一斑了。而且呢，有意思的是，这次引发出来的巨量回响的热搜词条，其实就是王一博在2年前的《环球人物》杂志专访当中说过的一句名言来的。一句话的威力，有时候能在2年之后依旧震荡，引发出影响；有的时候呢，就能够当堂引爆，祸害非常。黄晓明就是超典型的一句话的受害者来的。跟着呢，就轮到了赵丽颖了。
黄晓明当时咬着牙掉了发，挺过去了。而赵丽颖呢，依旧快人快语，不吐不快，反而是带出了更多的思考出来。众所周知的，流量化身的赵丽颖一向都凡事认真，无论输赢。还是这个2020年，进入葱餐厅4的赵丽颖，一早就开诚布公了自己不是来做真人秀节目的，我是来和大家一起开餐厅的。结果呢，他的这句话话音未了，大家都理解错了。跟着呢，轩然大波就酝酿形成当中了。至于说那些有关中餐厅4的各种硬核，实际上新闻我早就已经是深扒过了，在这里就不过多的重复探讨了。但是呢，这一次新闻我只想捋一捋，扒一扒一句话与流量之间的硬核关系。比方说王一博加上长空之王再加上杀青，本来就是铁粉们心心念念的牵肠挂肚来的。结果呢，一个王一博雷雨长空之王杀青的好奇的词条就被迅速的点燃了，就被扔进了广场之后。毫无意外的，这个词条小半天的阅读量就立马达到了3.6亿之多了。可以说数字的背后都是摩托姐姐们的浓浓的关切和等待来的。所谓等待，就是等待正主王一博的隐身复出以及江湖现身了。这其实还没完，就在雷雨击掌个人戏份杀青这个热议未消的第2天，有王一博力撑场面的《中国青年》我和我的青春预告片就上线了。于是乎，王一博我和我的青春预告的词条瞬间又傲娇的登上了热搜的榜单了。请注意，该词条的阅读量又是烧眼睛的3亿之多。说到这，您看得出来吗？这惊人阅读量和王一博流量之间的那种必然的关系呢？或许您正想不到的是，答案居然正是王一博2年前的那一句可以再掀风云的大白话了。同样在2年前，赵丽颖现身的中餐厅4立马就催生了一个赵丽颖以身试法坏桃不能吃的词条出来，阅读量呢是惊人的5亿之多。跟着就是赵丽颖筷子以及张亮为赵丽颖发声的词条，累计的阅读量再次达到了12亿的巅峰了。更加厉害的是，单单一个中餐厅向赵丽颖道歉的单一的词条，就能够让阅读量发酵刷新到了8亿之巨了。这就是惊人阅读量和赵丽颖流量之间的必然的关系了。只是赵丽颖的流量和相对负面的形象，导致死的绑定到了一块了。这同时之间就可以看得出来，吃瓜阔的口味是有多么的重了。相比黄晓明有苦说不出的明学，赵丽颖选择了不吐不快了。因为明晃晃的，只有赵丽颖一个人成功扛起了中餐厅4的 KPI 了。他自己如果不说的话，也就没人能够帮他说的了，就会变得跟黄晓明一模一样的了。
实话实说，简单纯粹的电视剧《女王赵丽颖》原本就打算和综艺方双赢流量最大化的。它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演戏的初衷而已，就是每个角色都是纯粹的，都是没有杂质的，每个角色都是100%投入的，没有遗憾的。这么样的一种纯粹，是不是跟王炸弟弟在杂志访谈当中的论调完完全全是一模一样的呢？说实在的，云匪夫妇的心有灵犀真的不是盖的。这呢，同时之间也给有匪灌入了不少肉眼可见的灵气。结果呢，节目组并不满足于赵丽颖所带来的3亿阅读量，节目组需要的其实是双倍的阅读量来的。于是乎，8亿的阅读量的目标也真的是给剧组顺顺利利的给达到了。于是乎，赵丽颖在阅读量的放大镜之下，成为了焦虑患者了，成为了一个紧张压抑、不善沟通，而且呢阴阳怪气、思想飘忽的、自带大量负面情绪的负面人物了。跟着呢，巴拉菜、偷懒等等等等的负面词条，口碑危机大量的涌入了进来，算是让赵丽颖的正面的形象被最大化的负面给消费了。历史有轮回，花落会花开。2年后，在致敬青春的片花特辑发布之后，王一博的官微800营销号适时的上线了。2年前的《环球人物》杂志上的王一博名言再次的给冲出了江湖了。这句话算是完美解释了一切了，包括一种叫做因果的东西。王一博的原话是：关注越多，就必须越做越好。于是乎，这个王一博说关注越多，就必须越做越好的词条，再次的刷上了热搜榜单了。而且呢，这次的阅读量再次的超过了3亿的门槛。这数字简直就是王炸姐姐的数字翻版了。在正主依旧隐身的大前提之下，王一博、雷雨、长空之王杀青，以及王一博我和我的青春预告，以及这个王一博说关注越多就必须越做越好，这3个接踵而至、按部就班的词条，各个阅读量都轻轻松松的超过了3亿的奇妙的心理数字门槛。正所谓知世故而不世故，处江湖而远江湖。一路以来，知世故的这个赵丽颖都在这条哲丝之间小心的游走，反复的平衡。明晃晃的赵丽颖真的是不伤害人，她也不想被人伤害。然而呢，远江湖的王一博却用自己的原话解释了这一切。那么这个 idea 到底是王一博本尊的主意呢，还是那个官微800营销号的操作呢？这是楚乔哦，对。第2个是易无心，第3个是邢岫烟，第4个是胭脂，第5个是苏焕儿，第6个是多多，前面那个是江百合。那这个是这个琉璃、小谷、碧瑶，这个是花千骨，然后红菱、珊珊、晴儿，然后这个宋暖，还有这个尹新月，还有陆贞。
最帅的是楚乔，看哪个角色这个背景强。痛嘛，但是快乐的话就是很简单，不太爱说话，然后也不会说话，变化是比较大，我做的事情还是一样的。11、12岁吧，就比赛了，就是一个小的搭的一个台子，然后就是一个小型的比赛，紧张吧，但是我是那种跳起来之后就可能会放松很多了，包括成就感的话，可能比赛赢的话也是一种成就感吧，因为你那么长时间的努力，然后通过一场比赛赢的话，也是会有成就感的。我觉得没有痛苦的回忆，因为我是最后选择了它，所以说我做这个事情是开心的，是快乐的。那如果有的话，可能是痛吧，因为 breaking 是需要拉筋，但也不至于像一些民族舞拉得那么狠。但是快乐的话就是很简单，是一种放松的方式，是享受自己在音乐中的方式，或者是进步的时候也是会快乐。没有。首先我自己不是一个很恋家的一个人，然后也很想出去玩也好，放松，但是主要也是出去能够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会觉得没有很孤独。累是肯定的，因为每天都在训练，累是肯定的。对，其他的就还好，我觉得。那时候是刚刚出道2年吧，然后本来也不太爱说话，然后也不会说话，又要去一个主持的节目里面，这是最大的担忧。但是后来发现，我其实不用说话，那些歌可能都可以说，然后我就有了新的担当。对，我就觉得是一个能够提升我自己的一个地方，就是能够接触到很多各行各业的优秀的人，然后包括平时我会喜欢放松充电的话，就是平时跟我一些我自己喜欢的爱好啊，那些很优秀的朋友们在一起玩。如果3个词来概括陈宇的话，我觉得是冲动、热血，然后又聪明，一直在前线。因为我们每一次经过一些边境线的时候，他们都要查车啊什么的，就感觉真的是很危险，在做这个警种，让我更加觉得这个警种真的是很危险又同时很伟大的一个警种。公益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去到那边最大的感受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虽然我做的不够那么多，但是我在做的过程中，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还是在做一样的事情，那继续主持，然后继续拍戏，只不过可能身边的变化是比较大，但是我觉得我做的事情还是一样的，肯定会给自己提醒，因为关注越来越多了，很多只眼睛都在盯着你，肯定自己要继续做得越来越好。黄昏的小巷，是否还是年少时模样？走过倔强与孤独的伤，才温柔了目光。尽自己的所能做到最好吧，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继续努力，然后拍好的戏，然后尝试更多的角色。就感觉布景啊都很用心，然后人也拍得非常棒，还是比较喜欢的那种体验吧。天赋是先天的，努力是后天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都不太接近，没有一个具象化的说我们只是单一的，就是深山很单纯，或者只是古桥很流地，或者是明兰很贵，没有办法具象化，是偏向于不想带偏观众，希望给大家有一些想象的空间。对
是蛮开心的，然后用时间放慢角度去回忆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我选择2种。